好，來看到這個東亞的地緣政治啊，現在的面臨2戰以來最嚴重的劇烈轉變了。我們來看到這裡是中國，然後這邊是朝鮮以及俄羅斯，這邊是日本。我們來看到現在啊，中國現在對日本正在實施包括限制旅遊、經濟制裁，還有稀土的斷供。另外呢，朝鮮呢，這個北韓則是導彈蠢蠢欲動。另外呢，俄羅斯啊，則是這個總統普丁他親訪了日本北境的爭議領土澤捉島。看來這3個國家似乎都對日本正在進行這個修理。好，那麼日本呢，現在它最新的防衛白皮書上面寫了，他們要擴張軍工產業，要來救自己的經濟。好。那麼來看到這一場啊，這個太平洋上的這個大國博弈，未來會怎麼走向呢？我們也有這個3個 A、B、C 3種的選項，待會會請我們的專家啊來幫我們預測哪一種是未來最有可能的趨勢。那麼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A 啊，中俄北韓是階段性的切片施壓，也就是說呢，中俄北韓3國是各取所需，那麼是階段性的戰略極限測試。另外呢，中國的部分呢是希望說日本啊，它在科技還有台海的問題上要退讓；俄國則是希望可以同時牽制了美國和日本。另外呢，北韓則是希望可以換取資源，3方都形成不約而同的默契。好，再來看到 B 是什麼？中國施壓成功了，也就是說呢，日本最後他承受不住了，他被迫的妥協。那麼隨着他的經濟持續的大失血啊，包括了稀土斷供啊，也導致高科技產業癱瘓，加上國內反戰還有經濟疲軟的壓力，被迫呢在灰色地帶向中國做出實時的讓步，也就是說日本向中國低頭了。來看到 C， 軍國再臨，也就是說呢，美國和日本聯手了，要打破經濟封鎖。日本借由的軍工大國的重生了，而且日本呢還將國防預算以及經濟成長、科技創新等等這些深度掛鈎，承接了美國大量的軍工外包訂單，將軍工產業打造成推動經濟繁榮的新成長引擎。好，也成為了全印太地區啊對抗中國指標性的國家。也就是說，日本可能會成為這個抗中成功啊。好，我們現在請專家來幫我們來來預測了這個 A、B、C 哪一種是未來最有可能的趨勢哦。好，那麼也請觀眾朋友先幫我們想一下，哪一種您覺得是最有可能會發展的趨勢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那麼和我們來互動。好，我們來看到專家現在都已經先寫好了。好，我們來同步亮牌。好，我們看到介大使選 B， 好，何老師選 B。所長這個意思是 A、B、C 3種都有，好選 A， 是 A， 但是我個別講清楚理由。好 ，OK， 那我們先請介大使來幫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選 B 呢？因為日本本身的經濟狀況並不好，然後國際上的話，美國事實上又推動這個所謂的大國協商，它事實上它這個兩大國，將來可能還有3大國他對於俄羅斯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顯然對於其他這些國家的態度是不太一樣的那所以日本在這個情況之下，他要單獨承受中國大陸這種點穴式的經濟壓力，因為這種點穴式都點在日本的關鍵的產業上面，尤其稀土這一關現在日本很多廠商承受重大壓力，而且他已經鎖定了20個日本的大廠，另外還有20個在觀察名單裡面。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日本一下在這邊這個太平洋深海的6000公里找到稀土，要當大新聞來說，對不對？然後這個日本的這個新聞又說在日本的這個日商的派駐人員已經很多被中國大陸逮捕了，跟稀土有關的所以稀土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產業，對日本是造成很大的這個貪。那中國大陸手上是不是還有其他這個工具？其實還是有的。前一陣子不是提了，就是說日本的飛機如果要飛歐洲的話，它這個如果大陸不讓它飛的話，它可能要往歐洲飛的話很困難，要往南邊走的，因為北邊俄羅斯也不讓它走。所以然後这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大的投資，比如說它比較成功的這種服務業像 Uniqlo 像這個無印良品在大陸都很受歡迎所以它還是有它的一定很大的一個份額在裡面。所以這個中國大陸我認為就是光這個經濟這一塊的地方
就會對日本政府形成極大的壓力。而日本是不是改變態度了呢？我覺得已經在不斷的在改變了。事實上高市早苗他已經說，本來說傳出來說，我年底不去這個深圳APEC， 最近又說他要參加。然後呢，把中國大陸說是一個重要的鄰邦然後最近他的這個防衛白皮書台灣問題好像提的就那個內容有一些變動了所以日本不會一次就完全就怎麼樣讓步，可是他的態度上你可以看着慢慢的，因為這個承受壓力的時候你有時候不是說你這個日本的這種政治制度，你的領導精英可以堅持的。而是你的產業界，他們怎麼樣去看這件事情？那日本產業界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這些聯繫管道也都被切斷了。日本駐日大使也抱怨說，連見局長都見不到，所以這個壓力是相當的大。那這個要看日本自己經濟走不走得出來。如果走不出來的話，我覺得那就顯示出日本必須要跟外界的限制日本經濟正常運行或者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因素要做妥協。那你就從做妥協的時候，就表示中國大陸的施壓是很成功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性最大的。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何老師也是選 B， 覺得日本是有可能會向中國低頭的。實際上，對日本來講，它現在處於一種這個戰略非常不利的一種這種狀況哈。我們這個之前講到這個，他普丁總統這個他登了這個濟州島，這濟州島是這個北方四島裡面最大的這個島嶼哈，它比沖繩本島還要大哈，而且就是說，這個俄羅斯基本上在這幾年，它也強化不止對這個北方四島的這種經濟的這個開發，更重要的是，它也在這個地方這個去強化它的一個軍事的一個部署，而且日本也有從衛星的這個照片裡面大概這個去判斷，就是說這個俄羅斯應該會在這個地方，在濟州島這個地方，好，這個未來去部署這個俄國的這個核子動力潛艇，因為他們透過這個他們蓋的這個棧橋的這個長度，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判斷。那所以事實上，日本它陷入一個非常這個困難的一個局面，就是它南北兩面受敵。實際上，這個在日本的安全上，這個是它最不好處理的一個這個問題哈。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那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為什麼日本跟蘇聯它簽了一個這個互不侵犯？它最主要就是說不希望當時史大林，對不對？在他這個要3月亡我們中華民國的這樣的一種夢想，這個的時候，這個從北方，對不對？再給他這個戰略的這個壓力哈。所以，但是現在這個基本上日本跟俄國的關係打不開，日本這個跟俄國的關係，這個安倍晉三他所打下的這些東西已經被這個就是說這個俄烏衝突全部都這個一筆勾銷了。這現在日本這個的首相跟這個外長是被俄國列為是這個不受歡迎的人物。換句話說，這個狀況是比中日關係還要來得差。而且就是說，中俄的這個經濟關係，事實上，這個日俄的經濟關係也不比這個中日的這個經濟關係。中日經濟關係是很重要的，哪怕是現在的這樣的一種這個中日關係的一個低點，但是日本在這個中國的這些日商也沒有要撤退的這種跡象，他們去做這個問卷調查，這個大概這好幾次都透露出這樣的一種訊息哈。所以事實上，日本不管基於這個就是說安全的利益，或是這個經濟的一個利益哈，就是說中國當然他們對他是非常有意見，對不對？那他對中國事實上也懷抱着這樣一種不安的這樣的一種心情。可是這樣的一個不安的心情，他必須得到管控哈。那換句話說，就是說日本跟中國必須恢復外交的這樣的一個對話。那這個並不是你高市這個可以個人的一個好惡去決定的，就是說這個是日本的一個國家利益，日本人民的這個利益的這樣的一種需要。所以這高市再下來，我想這個他現在已經慢慢的就是說不在台灣問題上面繼續去加碼，然後是不是去營造一個就是說中國可以讓他這個恢復對話，有一個這個訊息出來，這個本來這個日本駐重慶的總領事，中國卡了好久，現在終於放行哈。那當然就是說雙方在做一些相互性的這樣一個訊號的一個釋放。那在今年的這個 APEC 那這個高市也很想這個跟這個習，對不對？不管是不是正式的這個場邊會談，或者是只是暫時這個雙方這個碰個面，然後閒聊兩句，我想對他來講這個都意義重大。好，我們謝謝何老師。那蘇所長選的是 A， 覺得 A 是最有可能的。好，我們沒有水晶球，所以我只能用消去法。先說 C， 軍國再臨，這是北京的敘事哦，因為
日本的軍國在1945年，就是當時的軍政府結束之後，它就是民權政府了。哦，所以在中國的戰略敘事，哦，很奇怪，日本的政府一再的用民選的方法產生新首相，哦，那他也不太可能就是說像重演2次大戰那一種悲劇，哦，所有國家都會一致反對的。那第二個，中國施壓成功，這戰術上有可能哦，但是戰略上不會更動，哦，特別是就是日本跟中國的那個貿易關係，在今年。日本出口給中國的額度還上升你很難想象，就是說高市跟習近平有那種政治上的那個冷淡，可是雙方的那個貿易關係還增加增加了大概12%到14%左右原因是相互需要。雖然說中國卡日本的脖子，我那個稀土不給你，你壞。可是我要買你的那個一些晶片的設備，因為我要弄 AI 啊，我要弄低價 AI， 中國價格去打美國啊，所以這種是所謂的這種部分的這個合作，但是在這個主權上面不會退讓，中國不會從釣魚台那個爭議水域把船退出來，日本也不會退讓，所以這部分就是國際政治常態啦，但是 A 就是最是事實的，因為所謂的中俄朝這個軸心論就是包括之前是 CRINK 那個 I 就是伊朗嘛那這個中俄他們相互的這個戰略資源，就是說 OK 普京跑去德州島了就是跟北京說，你看我有去那裡給日本施壓所以你在這個俄烏戰場要給我那個多一點支持那朝鮮就是又派了5萬部隊去烏克蘭戰場。所以那個普京大大，你要再把一些技術給我所以這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的部分 A 是最有可能的。所以他其實最有可能就是他一直在施壓嘛。簡單講，我們這節目我們就是把情緒拿掉就是就這種客觀的可能性而已。